高雄在地人闲聊，高雄施政满意度冲上 83%， 会让高雄的房子更保值吗？先说结论只要高雄继续好下去，你怎么会担心高雄的房子保不保值嘞？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房客可以提前解约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市施政满意度达80%。这是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高雄市市政满意度逾80%，民调市民肯定产业与观光成果。那内容就是根据民调的调查，高雄市长陈其迈施政的满意度高达 83%， 超级高超级高。然后也盘点了几项被民众认可的施政表现，例如说与美国亚利桑那州、日本熊本县签署经济交流促进备忘录，并建立半导体战略合作关系，还有协助各种知名 IP 在高雄去办活动，例如说黄色小鸭，这有点考古了这就不提了，什么鱿鱼游戏啊，对不对？海贼王游行啊，然后现在最新的就是恐龙酷乐园。然后我再提醒一下家里有小朋友，你要注意了，星光水乐园要开了，你不知道你就去查星星的星光水乐园那个去年试营运我有去，哇靠，真的是太厉害了，大概全高雄带小朋友的人气都在那里了。来，在卫武营我说那个恐龙酷乐园在卫武营，这个我有去，好厉害，好夸张啊！来，你看这张图，真是挤爆挤爆非常的夸张。然后说什么单日进场的人次都超过10万人我还去2次，因为第一次去想说那是什么东西，站得很远很远看恐龙，他说身上有毛，我就看不出有毛第二次第二天我就去很近的地方这样子看。好，来，那除了办活动以外，高雄市政府也做了各种基础建设的优化，例如说去年10月正式将私人承租的澄清湖高尔夫球场变成公共空间，现在叫国岭公园这个你没去过你可以去然后不是喜欢跑步的人吗？你去那里跑啊，它那个地形上上下下的跑在那边不会无聊。然后那个国岭我也去好多次如果你家有长辈的话你可以带去，因为它有一点很好它到处都有椅子，这是到处都有椅子，所以说长辈走累了就树下去坐一下就这样。那国岭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玩一个游戏，就是你从第1栋走到第18栋第1栋走到第18栋反正我试过了全程这样走下来，我没有停一直快走无聊好玩，我想看看然后就这样走完也要1个多小时你刚过中午你不要去太热了你大概在3点左右到那边就好，开始就是哇这个夕阳晚风就是这样。还有非常多人会带野餐垫，然后手上拿着可能路上买的汉堡，在那边很 chill 啊，真是 chill 到爆。国岭你要去要快去因为它开幕的初期我就有去那时候绿草如茵然后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些路都被人家踩出来，你知道以前那也没有路，然后这边走比较近，然后大家那边踩就把它硬生生踩出一条路，然后草都变得比较草要养护啦，可是现在就是开放中那这里面不能带狗，如果你看到有人抱狗或者什么了，他就违规了一般民众也可以去，主要是运动散步这样。那个拍起来超级厉害，而且我还有放无人机，我先查那个无人机那边能不能飞，我还有放飞无人机，哇好屌啊，真的是好屌你怎么拍都像大片。然后现在翠上也在疯传的就是缆绳式月台门这个去日本就会看到现在高雄火车站的台铁就是那个第一次去日本看到那个缆绳它怎么这样扣起来所以他到时候车子进站之后门打开怎么整个升上去有没有现在也有这个火车还没到站先放下来安全然后等火车停稳以后就拉起来让你进去，避免有人误闯轨道或是被门夹伤就掉到轨道这种事情你不要想说谁那么白痴，我跟你说就真的有。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15岁老猫窜逃松山车站轨道，事主找徐巧芯帮忙，轰台铁不作为，动保处铺一关键恐开罚。那内容就是说有民众带猫搭火车，然后笼子没关好，那个猫就冲出去了然后冲出去直接跳到轨道里就沿着这个轨道一直跑，不知道跑去哪里。那民众怎么找？他人不敢下去他当然是叫台铁帮忙台铁找不到，民众跑去找立委处理，怎样又怎样扭蛋事情。那今天这个缆绳式月台门弄出来以后，就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这类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了。我这样看那个缆绳式月台门，那个猫硬要钻也是可以但是你本来
这个是饲主的问题啊，你都把猫带进去了，你这个笼子自己本来就要关好。好，所以揽神式月台门，我个人认为还不错，还有点日本的风情哦。再来，你要知道高雄市政府为什么这么有钱啊？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哦，为什么高雄市政府现在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搞到施政满意度超过80%？那答案很简单，因为高雄市政府现在真的是蛮有钱的哦。来，你看这张图，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给他讲一下哦，他就是在讲说高雄市政府现在每年都在偿债哦，在还钱哦，是还钱哦，还债哦，不是举债哦。然后从陈其迈市长上任至今，已经还掉201亿元哦，这很猛欸。那为什么高雄市可以还那么多钱？当然核心就是所谓演唱会经济哦。我们之前影片有讲过，高雄市的演唱会真的是超级多，你不要只看世运哦，你还有一些中小型的场馆，真是超级多，几乎到每个周末都有。好，那平均3天就会办一场，这个我也拍过影片。然后外县市来参加演唱会的人吃的喝的都会变成高雄的税收嘛。还有就是你那个买东西开发票 5% 那个 5% 是地方税，是交给高雄市政府的。好，那还有就是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高雄促餐招商金额5年累积3400亿，再度蝉联全国促餐王就高雄的招商金额又拿到全国冠军了，这拼招商的我怎么会讲又？因为他已经连续4年获得招商卓越奖，连续4年你就知道高雄市政府真的是有产出啦，真的是有认真做事情。所以你看，一边是演唱会带进来的观光财，一边是招商带进来的产业财，这两边一起进账，那高雄市政府当然就有钱还债啦。有钱还债以后，财政体质越来越好，就会有更多的钱来做基础建设、办活动、招更多的商。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会觉得高雄好像一直在进步，一直有新东西喷出来因为它的口袋现在是越来越饱的状态。最后你要知道这些跟房地产有关系吗？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讨论一下这些事情跟高雄的房地产有什么关系。那我的判断是，政府越会赚钱你的房子就越保值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你想想看一个城市的房价要涨要稳，最根本的2件事情就是：第一，有没有人愿意搬进来；第二，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现在先讲第一个，高雄现在就是拼命的去做招商，然后也一堆顶尖大厂要进来高雄。那这些高收入的族群来高雄，要吃要喝要住要上酒吧那这些都会促进高雄在地的经济。而且不要忘了高雄还拼命的办活动。虽然办活动这件事情跟房地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它还能够，人家讲说观光嘛，办活动嘛，演唱会就是很看得见的政绩，你知道？不然你去清下水道清那个淤泥，大家都觉得你没做事，整天混，你说没有我很忙啊什么？那就是民众能不能直观看到的政绩那它能够很直接的让外界对高雄改观。你以前提到高雄，你会想到什么？工业城市嘛，黑黑脏脏的嘛，骑山猪嘛，红灯右转嘛。那你现在提到高雄，你会想到什么？演唱会黄色小鸭卫武营博二，还有那个海鹰中心。海鹰中心不解释啦，反正我们从它的以前还在盖的时候，政府文件自己都念它海鹰中心，现在变高流好，那整个城市的品牌印象都变了。那当外地人来到高雄，会觉得说：“哇靠，这个高雄怎么好像有点厉害那下一步可能就会想说，要不然我们干脆就来高雄看看房子啊那高雄也有美国学校啊要不要让小孩来高雄念书啊那如果是退休的话，退休一族的选择不然买一间房子来度假好了这些念头一旦产生，这都是房市的活水。那第二点，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那这就是基础建设的功劳。高尔夫球场变国领公园，让你家旁边可以多一块可以散步的绿地，那不是小公园那个包干大的，你去走一圈都很累的然后揽神式月台门，让你搭火车更安全，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小事情嘛，但是小事情一直加起来，就变成人家无法超越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叫什么？叫生活品质。那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高雄市政府这几年在背后的努力。我甚至可以这样讲现在我缴税给高雄市政府，我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自己住在这里，我就亲眼看到高雄就正在变好那只要高雄继续变好，高雄的房地产就会越来越好。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地区是起起落落啦，但是长期趋势是一路向上走。我们现在做房子就是长期了那不要去做炒房那种奇怪的事情，什么买来装潢完短跑那你做这个事情的话，
你过了3年5年，你一定午夜梦回的时候，望着漆黑的天花板想说，我那间要是留下来，我是不是当初我根本不用装潢，我赚的都还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长期自产。好长期趋势就是一路向上嘛，因为它的基本面是真的有在改善，这不是炒作出来的，是经营出来的，所以我对高雄的未来现在是非常的乐观。讲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讨论了高雄市政府施政满意度创新高的新闻那我也先分析这个满意度背后的原因，包含积极的招商策略、丰富的观光活动跟基础建设不断升级。招商其实是最重要的，然后它很难见效。同时我们也提到了这些施政成果会直接反映在高雄市政府财政的改善与城市形象的提升，最终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极端正面的影响。反正总结来说，高雄正在透过扎实的政策跟运作财政的运作，那这个整个城市现在是越来越好的状态，因此未来高雄的房地产市场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当乐观。你要只看下个月你要只看下个月的房价，跟你这样看，这是房地产。但是你看未来3年、未来5年，蛋黄区我们讲蛋黄区蛮乐观的吧，对吧？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高雄市政府还可以继续做什么事情来改善高雄这个环境？夜生活经济。这是真的这高雄夜生活蛮少的，甚至很多的那个肯德基、麦当劳，你都不用什么深夜1、2点，过个晚上11点嘛，大概就没了。这是真的夜生活经济。现在夜生活大概晚上都只有火锅可以吃然后那个火锅还是什么海底捞开到凌晨4点的这种最近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啦，不过还是集中在蛋黄区。你看嘛，我就说吧，消费聚集之地维持房价不坠。来，选项 B， 整顿计程车人跟车都脏脏旧旧的。讲到这个整顿计程就是小港机场我就是点名小港机场。小港机场你在干什么？这个是我们的南部的国门然后你让外国人去，这是什么东西？你是怎样？你是硬要往自己身上贴一张东南亚的标签，这是怎么样？选项 C， 加快大众运输的开发速度，现在还是很不方便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零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反正高雄现在就是等等什么东西？等满血台积电等满血台积电。满血台积电它除了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它也会带来大量的消费那你说要让整个高雄变得跟台北市一样不夜城，我看也是难也是没办法啦。就整个台北盆地包含周遭像700、800万人，那高雄这个270万人还会分布到中央山脉所以就等满血台积电了然后提一下，就是每次讲到高雄就要被酸就要被笑。说什么骑山猪上下班，有没有听过这种无良的酸民我也就不理他了我针对一点来回应，就是提到高雄，人家会说你演唱会经济不是很秋你演唱会办得那么好，那你人口还是持续在流失嘛那民众的薪资还是没有提高嘛。我们来看一张图，这很新这劳动部2024年12月做的很新只能说很新啦那个我是随手一查如果你有2025的，我想排名不会异动太大那我要表达的是，我不是随便拿一个10几20年前的来讲这是政府官方的资料。来，想看仔细的你自己暂停截图一下。这个图有几个看点首先，新竹是冠军，新竹市、新竹县都是，这没什么好讨论那第二，彰化垫底比离岛还惨
这是发生什么事？我以为台东才会是最后，因为它有观光，但交通不便。那除了此之外，几乎没有高新产业，也没有什么半导体嘛。结果是彰化彰化垫底，彰化跟云林好像都会被拿在一起讲，结果是彰化垫底，我也是搞不太清楚。好，来第3点这个高雄比台中还高啊！我靠，这有没有台中的乡民来解释一下？我自己都很意外，高雄怎么会比台中还高？我自己内建的，我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就是台北最强然后再来就台中然后再来就高雄，高雄应该都是老三啊就比较实力比较没那么强，就怎么这样排下来，平均薪资是高于台中的。那你看现在才台积电男子这个 P1 厂在量产而已，后面还有 P2、3、4、5、6，我靠，还有5座厂，6艘环评中，这一定会给他过的。好，那2028年 Q4 我们都等得到，2028很快今年都2026咯。好，2028年 Q4 你会等到什么事情？你会等到一件事情叫满血台积电。我靠，我讲满血是这样就现在才 P1， 后面还有2、3、4、5、6现在是1/6血台积电，然后这个高雄就比台中还高了。那等2028 Q4 很快呢，这真的很快呢。那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好，我要表达的是说，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提到高雄就是笑笑什么？那个笑是嘲笑嘲笑高雄低薪呢那请问就薪资这件事情，请问是人口先来还是产业先来？一个科学园区他说这边人蛮多的，不然我们这边弄一个科学园区好了这样我们找员工方面是这样吗？不是啊，是产业先来然后产业先来不是今天来明天立刻就怎样产业先来，然后慢慢磨合弄形成一条产业的链条，就像桥头科学园区就像楠梓台积电。好，那形成一个链条以后，那个就业机会稳固下来，那大家就会进来了。工作是一回事，你要来上班工作的人在旁边买房子是另一回事。等它稳固下来，我们都等得到现在是1/6血台积电所谓的产业先来，它已经来了，但它还没到位啊等到它，你就算2029好了，等到2029年满血台积电，你看产业已经确实就在这里了那台积电应该也做我们的护国神山呢，应该也没什么事吧。所以接下来开始怎么样自产小孩要报附近的学校，这些需求就会跑出来了。那你动作还不快一点？你要继续看现在新闻说什么房价量价巨缩，然后就不管，就说什么房价我以后等继承以后房价会减吗？你等吧以高雄我们看我们的蛋黄区来讲我真的是充满信心除了招商以外，你看那个活动卫武营的恐龙的活动，那恐龙真的很好看我到现在我当然去查说它为什么会动起来，但里面应该是有人，然后那个三角龙超大只，那个要2个人操作真的很好看超好看我猜日本也没想到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恐龙在日本这个就是小剧场的演出而已，为什么有办法直接现场就3万人5万人这样子塞，然后就来看恐龙，然后开那么多场次，然后每一个场次都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活动也有，经济也有，产业也马上就要有了就满血台积电。那丑小鸭即将要变成天鹅，我现在对高雄充满信心就希望下一任市长你要接得住球现在满手好牌给你打，你不要打得自己又翻车。